水培概论第11集：货柜水培。为什么要货柜农场？与传统的农场相比，水培容器的用水量要比传统农场少97%，就可获得相同数量的食物。像许多人一样，我们现在正在大量研究可能的方法，通过用太阳能或风能，以使农场完全独立于本地能源供应。这将使我们的货柜有效脱离电网，并完全接近自给自足。每个水培货柜将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这是一个未来主义的想法，但就算遥遥无期， SpaceX 的 CEO 伊隆马斯克都建议采用货柜农业技术为其火星任务提供食物。CEA 的理想选择。假设某人想要推进一个成熟的 CEA 项目，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温室。您需要某种建筑物或箱子来容纳所有物品，并将室外生态系统与内部建筑分隔开。许多研究人员和公司都希望通过运输货柜来履行这一职责，这有一些重要原因。1. 模块化。2. 尺寸。3. 商品化。1. 模块化。易于运输甚至堆放容器的好处不仅适用于货柜房屋，而且也适用于货柜农业。如果您想将货柜场放置在停车场中，但是以后将其移至另一个位置，那很容易。如果您想将多个货运场堆放在一起，或者甚至将它们与常规的运输货柜结合使用以存储设备，那也没问题。2. 尺寸。装运箱适合室内农业应用，它们足够宽，可以形成一条中央步行道，两侧各有一个生长区域，前后距离都仅手臂长。它们足够高，可以支撑多层的垂直耕作，而又足够矮，可以用简单的踏脚凳或平台够到顶层。3. 商品化。二手货柜既便宜又多，而新货柜虽然较贵，但价格却是透明且稳定的。如果您想现在开始进行货柜种植，将来再扩大规模，则可以有把握地相信，将来可用可承受的价格找到同等的货柜。货柜农场的经济学。整个 CEA 的经济状况仍在辩论和研究中。使用货柜作为通往 CEA 的途径并不能立即解决所有问题。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运输货柜并不是完美的，有其固有的优点和缺点。尽管控制了大多数环境变数，但货柜种植仍使所有者面临传统种植面临的大部分市场和经济变数。因此，当您考虑货柜农场的经济可行性时，您需要关注关键的决策和成本。关于货柜场的重要决策。重要的选择包括种植哪种作物，在何处放置货柜农场，如何定价以及如何有效打广告以找到合适的消费者。一些经常被忽视的选择是为成功运行货柜场而必须做出的日常小决定。实际种植农作物所需的日常任务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某些方面，货柜农场的错误容忍度要比普通农场低。当您以很高的效率运行时，错误往往会被放大，但是回报也会增加。从好的方面来看，加速的生长时间和全年的生长季节意味着您不必等待整整1年的下一次种植机会。无论您是自己耕种还是雇佣员工为您经营，
确保您始终如一的种植高品质农产品的能力，是其他所有问题的关键。